就有人说速度课是练阈值，有人说速度课是练最大摄氧量。我觉得速度课没有那么多神秘的，速度课就是你挑战一个你原来觉得快、觉得不行的配速。哎，小马又来了，走，看看马去，看它过来吗？哎，人家给了我一个胡萝卜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哎，大家伙早喽！6月18号星期四，明天放假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早晨5点34、5点35的样子，又到大阪城了。先接水，还下雨了，下了一夜的雨，还特别大呢。一直都是这个无糖的电解质，就没有热量，有电解质的水。我还是喜欢吃，就是热量摄入跟喝分开。就在训练中，在比赛中，大家尽量能喝饮料就能进饮料站，就不喝白水。个人经验，有时候你觉得，比方嘴里黏呀，或者吃了喝了不舒服呀，那都是心理上的。真正的马拉松比赛，你大多数时候水和能量，就能量是肯定补不回来的，水在大多数时候也是补不回来的。但是您要是4、5个小时、5个来小时完赛，到水站停下来喝那种，那水大概率能补回来。比赛中没戏。接着热身，今天我们跑5个1公里，我没太仔细看规则，反正就手表自由模式就好。好像是，就我就瞥了一眼，我理解那意思是5分45一个，算上休息，就是你跑得快就多歇，跑得慢就少歇。你要就跑5分45就不歇。昨天有小伙伴问说，像昨天那种12个400，是不是应该休息到位，然后再跑第2个，这样更能实现绝对速度的突破？我不这么认为。热身了3公里，聊聊天。我不这么认为，我认为间歇训练事实上就是从纯理论上来说，越压榨间歇的时间，效果越好。但是前提是不能因为间歇时间太短而第2组完全跑不了。就是你第2组就下一组应该是要比上一组难的原因是你上一组有疲劳的积累。哎，这是我的观点。但是什么事儿都不是非对即错或者非黑即白的。你马拉松训练你就得找那个灰色那个区域，就是你休息到又有点行，但是还不行的程度是比较合适的。我看我昨天那数据，有一组好像启动的时候心率还在170多，就还没下来。1分钟时间特别短，再加上中间就你停下来喘匀了气，就得10多秒、20秒，喝口水又10多秒、20秒，然后再又要开始了，你再一紧张，心率又上来了。所以这个我觉得不重要。就是间歇训练是什么呢？你看昨天我跟小伙伴们聊，比方你看会长大阪跑208达标奥运会3分每公里，对吧？你看我们昨天都平均，就我的平均应该是没到3分，或者是将3分，12个400米中间休息了60秒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的训练，您现在当然还有小伙伴可能只能4分的配速跑12个400米，可能休息60秒。那如果我是4分的配速，我中间可以不用休息的。咱们说的极限一点，间歇训练是什么呢？间歇训练就是跑到一个你跑不到的配速，靠中间的休息，让你每组都能跑到一个你持续跑不到的配速。你不能说我练，有一天我能不休息，连着跑12个400米就跑多少4.8公里，用3分配，我觉得我永远都不可能行。但是呢，你会慢慢的可以，比如用3分15跑4.8公里，哎。这就是这个间歇的意义，就是有一天，你看我现在假设我3分一个
3分配速1个400，我跑12个，中间歇60秒。那慢慢，我就有可能，比方说3分20一个，中间休30秒。再慢慢我可能3分10一个，中间休30秒。再慢慢我可能3分15一个，中间休10秒。举个例子，当然不，这肯定不是这样的。马拉松训练这一开始说，既不是非对即错、非黑即白的，它也不是有那么一卡尺那么卡着你的，就这意思。还得和小伙伴们分享昨天那12个400，昨天那真的是竭尽全力。昨天跑完以后，这头这一圈都疼，然后今天早晨身体的反应非常明显。我差不多给你看啊。差不多就这个地方，2条腿的这个地方都是疼的，然后小腿的那个场地赛造成的小腿肌肉爆炸还没好，然后大腿的后侧整个这个链条也是疼的。我几乎没有过因为这种训练造成的肌肉的延迟性酸痛，几乎没有过。所以说明昨天是练到位了。虽然可能昨天不是我状态最好的时候或者最坏的时候，但是昨天绝对是就对我当时的那个身体状态负荷最大的一次，或者说就绝对负荷最大的一次。我从来没有练到过那样过，所以就这种跑多了就进步了，我认为。我现在穿了双新鞋啊，这就是那个 Ultra。哟，看见大黑人先生了。早上好，我今天和他们跑1公里，加油！哎，这鞋轻，然后感觉就是鞋底儿相对的硬，试试看啊。地有点滑，他们昨天晚上那雨特别大，早上都烧到我们楼道里了。本田先生也出现了，就喜欢这种有挑战的周四，来吧，看我们今天的阵容。5分半回しで8時でペースしてもらっていいですけど、先頭の5分半に合わせても。我在后边，今天我累了。哎呀，我在后边。好。这也不慢呀，那他们得多快呀！3分24秒91，有点快了。他们可能3分10几。你们第一个多少？啊？310，好快啊！我今天追不上了，太累了。太快了，我明显感觉到了500米之后就跟不上。310跟不上，310你要能310跑5个1000米，差不多2小时35的水平了。3分18秒91。孩子，哎，孩子，第二组感觉他们更快了。
你看好软。你看我3分20，现在休息了1分钟，4分20，还有1分钟吧，有点顶了，多少？是不是？多少？3分15。314。啊？我314。314。可以。这明显的跟不上。嗯。要走了，我修了2分12秒。嘿，哦，这球快啊！3分15。艾子，他说如果一上来就被甩开，这追不了了。哎呀，哎呀！我每次看见这个桥，那大半马拉松从这儿拐进来，进来42公里，这种当时这种心理的感觉特别，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很美妙，难忘。这雨一停，有点往起蒸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这2天气温上来了，就站在这儿不动，有点皮肤有点烧的感觉了，对吧？走。3分16，都不行了。艾子，阿子，艾子，哎呀，我没想到还能跑3分10几，这水都快喝完了，就喝了3次。哎，大哥又跳呢，看。顶不住了，顶不住了，我顶不住了，后边掉。3分13秒13，哎，这他妈的，这，他们领头的可能3分，我估计。那小伙我跑完都坐下了，他是第一个，差了挺多的。他没看出穿的什么鞋，不是那种特竞速的，他们要绕一圈追他们。这2位都是高手。行，
一会儿再聊啊。今年夏天到现在以来最辛苦的一次。是吧？昨天是我最辛苦的一次。你们这周末你最近还有比赛吗？周末中山道100公里，今天就出发去目标。哦。有上海的朋友过来。哦，可以。103公里加上1700米的爬升。是走路啊还是跑步？只能走路。就规定不允许跑步。对。哎，小伙伴们，他们去慢跑了，我歇了。看单圈数据啊，第一个1公里3分24秒91，第二个3分18秒91，第三个3分15秒41，第四个3分16秒63，最后一个3分13秒13。可以，我跟大元先生跑回家了。哎，小伙伴们，又跟大元先生冷身了差不多快4公里回来。然后这段时间跑强度跑量不多，每天10几公里。今天这个感觉有点那个能跑起来的感觉了，虽然今天是一个特别疲劳的状态，但是没想到最后一个能跑3分13，而且说实话没有那么极限哦，那感觉有点那意思了。马拉松跑步这种事儿，就是虽然说不进则退，有时候可能退一点，但是想进回来也容易，就看怎么练。你说强度你不冲一冲，永远都不可能。你看，比方说，滕刚先生他跑5000米15分50，平均配速是3分10哦。所以你看，人家跑间歇的时候，跑1公里间歇，那跑3分0几就很正常。因为那不可能说，就是如果认真跑、状态好的时候，那不可能比5公里的平均配速还慢嘛。所以我们跑间歇就是这么回事儿。但是你跑啊跑，现在我的平均3分10几，我觉得如果是比赛状态，我跑这个1公里间歇，那可能都能在3分15以内。那我5公里的比赛3分20多，那什么时候我把这个间歇1公里的间歇跑到3分0几，然后跑到3分05，那我5公里就可以试试3分15了，是不是？那跑进3分20就多少了？就16分半了。那这种速度课就是这意思。就有人说速度课是练阈值，有的人说速度课是练最大摄氧量。我觉得速度课没有那么多神秘的，速度课就是你挑战一个你原来觉得快、觉得不行的配速。比方说你原来全力以赴跑一个1公里只能跑3分30，那好，那现在我们比方跑5个或者跑8个1公里的间歇，中间休息2分，或者一开始可以最多2分半，对吧？让我们去跑。每一个你都能跑3分20，刚才我说的3分30对吧？每一个你都能跑3分35，那慢慢的你就往前进。你可能这周跑3分35，然后下个月你又过了几周的训练，下个月你可能能跑3分32，慢慢的你能跑3分28。等你能跑3分28的时候，如果咱们来一个1公里的比赛，你就肯定不可能是3分30了，你就可能是3分20。那你原来1公里跑3分30的时候，5公里可能平均配速3分多少？3分45，对吧？差不多。那你现在可能就是3分35，那这进步就肉眼可见了。5公里平均配速快10秒，那就快50秒了，挺可观的。快12秒就1分钟，对不对？那马拉松跑步这事儿特简单，真的没那么神秘。所谓的科学训练，其实是把经验出来的训练套上一个，就反套回这个科学，就是它是一个怎么说呢？它互相的，先是经验，再是科学，然后又是经验，又是科学，这样交替往上走。那就这么着，明天我休息日，然后后天集体跑，下午直播。那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